么强，为什么不能早点来？说你们早点来，我爹娘怎么会死？是你们害死了他们！貌似把你从敌人手里救下来，反过来怪我来迟了。这女频世界都这么离谱吗？我叫陆北辰，一觉醒来穿进了这本女频小说，原身是驸马爷，爱了公主柳如烟5年，当牛做马伺候她。结果柳如烟的白月光一回来，就把我发配到了这鸟不拉屎的边疆。书里最后我被柳如烟和白月光勾结外敌害死，人家俩双宿双飞，我一个男频读者能在你这女频世界受这窝囊气？你这女子好没道理！陆将军带着我们奔波1天1夜，路上连口水都没喝，已经是拼了命赶来的，这还叫迟？你们为什么不冲上来替我家人挡道？为什么不悍不畏死的斩杀敌人？你们要是再拼命一些，再不怕死一些，我的亲人就都不会死。将军，这女子心智迷乱，要不先把她带下去关起来？该死的奸细，竟敢假扮我大圣子民来演苦肉计！将军，他是奸细。哼，你们还不了解敌人的狡猾，想用这种苦肉计来伪装身份。还好本将一眼识破，搜一下他身上有没有敌方信物，再查查还有没有其他同伙。从今天起，谁拿眼泪当刀，我就拿刀砍谁。姐姐，姐姐，你死得好惨啊！你凭什么杀他？他不过就是说了你几句，你们当兵的保护百姓不是应该的吗？将军，他弟弟年纪小不懂事，您大人大量，饶他一命吧！不用替我求情，我倒要看看他敢不敢杀。这一次，我放过你。哼，我就知道你没这个胆子。现在是第2次了。什么？搜。将军，有东西！城门布防图。一个哭，一个骂，一个比一个慧眼。还有没有第3个？哼，走。将军，这信上还有主帅府的。找主帅。400个弟兄，就今晚一仗，400个。到了，安全了，有我在，谁也伤不了你。老爷，我还以为这辈子见不到你了。不会的，我答应过你，上刀山下火海也要把你救出来。主帅调走3000弟兄，就是为了这个女人。韩帅，你调3000人马夜袭敌营，敌军趁势攻我侧翼，400个弟兄战亡，400个，你回头看一眼，他们为什么死的？他是我这辈子唯一爱过的人，你们的牺牲，本帅记在心里，抚恤1分不少。抚恤。陆北辰，让开！今天在废墟上抓到2个奸细，一男一女，扮成姐弟，从他们身上搜出来的收件人北戎可汗呼延廷。呼延廷是谁？是北戎的王，是女帝每次上朝都要提一嘴的北境爷。你在给女帝的友人送城防图，你知道图被我截了，怕敌军撕票，连夜调3000兵马硬攻敌营救人，400条命换他1个。老爷，他说的是真的，你为了救我，连布防图都给了北戎人。我只是想救你，他们说没有图就1天剁你1根手指。将军，我劝过他的，我被关在敌营的时候，突然带话给他，我说不要管我，一个女人的命算什么？可他不听，他对我太好了，好到什么都不管不顾。将军，你若要追究，就追究我吧。那些将士因我而死，我活着就是罪过。你杀了我吧，放过他。不许碰他，他什么都不知道，是他劝我不要救他的，是我一意孤行，全是我的错，跟他没有半分关系。你说你劝过他，那我问你，敌军抓了你，不杀不伤，好吃好喝养着，为什么对你这么好？我不知道，也许他们觉得我可怜，也许你本来就是他们的人。呼延廷安插在边城的细作不止你一个。他说的是假的，对不对？你告诉我。老爷，我劝过你，我真的劝过你不要管我，你自己不听，怪我做什么？
不，他一定是不得已的，一定有什么苦衷。400条命，他承认了，你还替他找补。你不懂，你根本不懂什么是爱。我爱他，就算他是骗了我，那也是爱。我愿意，我什么都愿意。你愿意，那400个弟兄不愿意。恋爱脑到死都是恋爱脑。呼延庭的人已经渗透到主帅府了，你这个主帅还在替他数钱。边城所有将士听着，主帅韩京私通北戎可汗呼延庭，出卖城防，以就地正法。从现在起，这里我说了算。愿听陆将军号令。将军，韩京是朝廷亲命的主帅，我们没有圣旨就杀了他。京城那边，那就等京城的人来了再说。呼延田在京城当了3年特使，朝廷早就是筛子了，多一个问罪的钦差，少一个不省。先守住城，然后把这个世界一个恋爱脑一个恋爱脑的清干净。陆北辰接旨。陆北辰接旨。念。奉天承运，女帝诏曰：边城副将陆北辰擅杀主帅韩敬，私扣钦差，拥兵自重，大逆不道，着即革去一切军职，就地赐死。钦此。陆北辰接旨谢恩吧。是吗？我们现在有多少兵马？实在不行，兄弟们随我杀出重围。将军，我们还有500就500，500兄弟也足以搅他个天翻地覆。是5万。韩敬死后，周边6座关隘的守将都递了投诚书，加上我们边城本部，整编之后5万人。女帝何故谋反？你说什么？你才是被赐死的那个！韩敬私通敌国，出卖城防，400条人命为证，该不该杀？那是朝廷的事儿。敌军30万压境，朝廷在干什么？再给我下赐死圣旨。回去告诉女帝，陆北辰的命在5万弟兄手里，不在他一句话上。存档。是。陆北辰抗旨是死罪。送客。趁我还没改主意。将军，这么搞，女帝怕是要直接调兵来打我们。她不敢，敌军巴不得我们内斗。报！京城来的不止他们4个，刘公公带了1000禁军，就驻扎在城外10里。他们扣了我们的粮车，押粮的弟兄全被绑了。1000禁军，扣粮，绑人，这是要逼我们断粮，不战自溃。将军，我带人去把粮抢回来。不用抢。将军，你去哪儿？去接我们的粮。召集亲卫营，跟上去！备战！那个疯子来了！陆北辰，你擅杀主帅，抗旨不遵，现在还敢冲撞禁军大营，你想造反吗？造反的人说别人造反。啊？什么？粮车在哪儿？在营后，刘公公下令扣的，我只是奉命。押粮的弟兄被绑在营后的桩子上。你们是大圣的禁军，你们的刀应该对着敌军，现在却对着自己人。粮车我要带走，人我要带走，谁拦谁死，谁让路谁还是大圣的兵。来晚了，没赶上热闹。不晚，把刘公公带过来。刘公公，你刚才在帅府念的圣旨，再念一遍。你休想羞辱咱家！念。着即革去一切军职，就地赐死，钦此。你们都听到了，朝廷赐死我，而我刚从敌军手里把边城抢回来。韩敬通敌我杀的，布防图外泄我劫的，敌军攻城我守的，他赐我死。你们说，他是不是在造反？回去告诉女帝，下次派人来扣粮，派1万，1000不够。刘公公，我们将军不喜欢杀人，但他杀人从来不手软。哼，你今天是运气好，他没觉得你该死，下次就不一定了。将军，
1000禁军让你一个人给缴械了，说出去谁信？不是缴械，是他们自己放的刀。那也是被你吓的。那个统领被拍飞的时候，我看见了，像只翻盖的王八。不过将军，女帝不会善罢甘休，这次是1000禁军扣粮，下次可能就不是扣粮了。他还能干什么？他有禁军10万，我们只有5万。他要是真调兵来，他不，敌军30万在边境盯着，他调兵打我，敌军就趁虚而入。他不调兵就只能忍，他忍了20年，他最擅长的就是忍。石猛，在。明天开始，把韩静的帅印换掉，编成所有文书，盖我的印，让传旨的人跪着念圣旨，让赐死的人指着千军问谁在造反，让每一个从京城来的人带回去同一个消息：边城不姓柳了。将军，前方驿站来报，公主柳如烟离京了，正在往边城方向来。同行的还有邻国质子季伯达。季伯达、柳如烟、白月光，他们来干什么？不知道，但听说是女帝让他来的。长公主柳如烟驾到。陆将军，别来无恙。本宫奉旨前来，一是犒赏边军，二是宣读母皇旨意，陆北辰接旨。念。奉天承运，女帝诏曰：边城副将陆北辰戍边有功，然日前抗旨不遵，擅杀主帅，大逆不道，念其守土辛劳，特许将功折罪，着即交还边城兵权，随长公主回京述职。钦此。北辰，跟我回去吧，只要你交出兵权，之前的事就当没发生过。公主的犒赏在哪儿？犒赏在本宫的仪仗队里。石猛，在。带人去查，把公主带来的所有箱子全搬到教场上去。本将要当着全军的面，让公主亲手犒赏将士。不能当众打开。陆将军，公主千里迢迢而来，一路风沙，连口水都没顾上喝。你我不说故交，总归相识一场，上来就查箱子，是不是太伤情分了？将军在边城杀伐久了，难免性子刚硬，但公主毕竟是公主，你让她当着3军的面开箱传回京城，她怎么做人？将军若有什么不满，冲我来，别为难一个女子。说完了，肺腑之言，还望将军，你方才说故交，我和公主的故交，你站在这里，以什么身份替她说话？季某不过是随行幕僚，替公主分忧罢了，将军不必多想。幕僚好，既然是幕僚，就该知道军中无戏言。你刚才说你来，你替他挡，你拿什么挡？拿你那把扇子。石猛，查箱子。现在。存档，让他跟上一封赐死圣旨做个伴。陆北辰，你怎么变成这样了？陆将军，你知道如烟这些年念过你多少次吗？你以为她愿意来，是女帝逼她来的。她心里一直觉得对不住你，你倒好，见面就是刀兵相见，连一丝旧情都不念。你让满城将士人怎么看你？一个连自己从前爱过的女人都能冷眼相待的人，谁敢替你卖命？5年，你知道我这5年是怎么过的吗？北辰，北辰已经死了，你选的吗，偶像？季伯达，我吃定了，谁也留不住他。陆北辰，你凭什么抓我？如烟，救我！我抓你，是因为我想抓你。将军，在公主的箱子里搜出来的，这封信藏在夹层里，用的是咱们大圣的纸，写的却是敌国的字。你替他带的东西，你自己知道。押入死牢，明日午时，城楼问斩。如烟，不是我，这是栽赃，你相信我，如烟。送公主回驿馆，没有我的命令，不得出驿馆一步。是。他会回来的，他最爱的是我，他只是在气头上。公主，5年前他或许会，现在他不会了。伯达，你来干什么？这里冷，快回去。把链子解开。没有陆将军手令。如烟，不要为难他。你过来。
那封信到底怎么回事？信是陆北辰放的，他要我死，因为你不选他，选了我。到边城才3天，我连城门往哪开都不知道，我怎么通敌？除了他，还有谁能把信塞进你的箱子？我就知道是他。可是说了有什么用？我信你，你放心，我一定会救你出去。如烟，如果实在救不了我，你好好活着，只要你平安，我怎样都可以。陆北辰，我有话问你。说。你说博达勾结外敌，证据呢？他昨晚翻墙出去见韩征旧部，旧部已抓，供词在桌上。你的人搜的信，你的人抓的人，你的人录的口供，什么都是你的人。你想让人说什么，他们就得说什么。博达说了，信是你放的，你恨他夺走了我，所以要陷害他。他到边城才3天，连城门往哪开都不知道，他拿什么通敌？谁能把信放进我的箱子？除了你还有谁？你说话！他说我陷害他，你信；我说他通敌，你不信。那你来干什么？我来让你放人。不放。你没有证据就抓人，你是将军也不能这样。证据你从来不看，你只听他说，他说什么你信什么。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你不能杀他。刀在我手上，我说杀就杀。公主，上车吧。是吗？他以前不是这样的。公主，边城这地方，活下来的都不是以前的样子。啊！北戎先锋5000人已渡冰河，距城北不到15里。敌军主帅是谁？呼延烈，他亲自带队。他说，交出季伯达，免屠城，不交人，城破之后鸡犬不留。将军，呼延烈亲自带队，5000铁骑已在城下。他派人喊话，交出季伯达即刻退兵，不交就鸡犬不留。呼延烈是北戎不在草原，他以特使身份住在京城，在女帝身边待了3年，所以北戎现在带兵的是呼延烈。兄弟俩一个城骗女人，弟弟在边境骗城池。陆北辰，敌军说了，交出伯达，他们就退兵，全城人都能活，5万将士不用死，你还在犹豫什么？说完了。没有，你恨伯达我理解，但你不能拿全城人的命来泄私愤。你讨厌他，可以打他骂他，但你不能让他死。柳如烟，呼延烈为什么要祭伯达？因为他是朝廷的人，他们要杀鸡儆猴。因为祭伯达补全了凉州布防，他知道凉州3个关隘5个粮仓所有暗哨轮换时间，北戎要他是要用他打凉州，这些情报最终都会送到呼延廷手里。呼延廷就坐在女帝旁边，一边喝茶一边看。你把他交出去，凉州明天就丢，20万百姓归北戎，你拿20万人换一个季伯达，你觉得他值？伯达说了，信是你放的，你说的这些细作情报、凉州布防都是你编的。呼延烈怎么知道季伯达在我手上？你大闹帅府，当街哭喊，整个边城都知道我抓了季伯达，消息是你传出去的，兵是你招来的，你现在站在这里让我交人，柳如烟，你才是那个该被交出去的人。带下去，关在驿馆，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出来。是。将军，人关好了，驿馆加了2道岗，那个季伯达明天午时还斩不斩？斩，为什么不斩？是，属下只是怕敌军趁势攻城。谁说我要等到明天？点兵，开城门，迎战。是。呼延廷在京城骗女帝，呼延烈在边境骗城池，柳如烟在城楼上骗自己。这个女频世界从上到下都在用感情当武器。开门，让我出去！伯达还在牢里。放箭！跟着将军！放箭！朝阵后方！
你说的，教人免屠城，不教鸡犬不留。现在你在我几下，我怎么对你？绑了，押上城楼。殿下，你怎么也……季伯达，信是谁写的？是我写的，我是北戎的人。你告诉他，为什么要他？他知道凉州布防，韩荆的图不完整，他补全了剩下的。补了多少？3个关隘，5个粮仓。都听到了。凉州20万百姓，他卖了个干净。这些情报最终谁在看？呼延晏、北戎的可汗、女帝的座上宾。法场在城楼，就在这儿，让全城人都看着。如烟呢？让我见如烟，他说过会救我的。他连自己都救不了，我不杀你，回去告诉你哥哥，边城是我的，凉州也是。还有一件事，带上他的云姬一起来。你怎么知道？石猛，送他出城。伯达呢？季伯达通敌，已在城楼正法。这是他亲口招的供词，他的，将军说留给你。他说不是他写的。陆北辰，你杀了他！杀了？你毁了我的一切！你以为你赢了吗？我告诉你，我肚子里有他的骨肉，你杀了孩子的父亲！你怀孕了？怀了2个多月，伯达的孩子。你杀了他，你连他最后一眼都没让我见。他说过要娶我的。他小时候被送到大圣当质子，从小寄人篱下，吃尽了苦头。他只是想活下去，他有错吗？他做的一切都是被你们逼的。传军医，验。你什么意思？你说怀了他的孩子，真怀了，我养，生下来，我告诉他，他爹是怎么卖国的。我记错了，也许是2个月，是1个月，总之一定是伯达的。别碰我！公主，您到底怀没怀？没有。柳如烟，你为季伯达撒了多少谎？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让你心软。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你以前我说什么你都会信。那是以前，以前你说什么我都信，信了5年，换来什么？你把我发配边疆，你那个白月光在我背后捅刀子，你帮他传情报，每天看3遍，什么时候看清楚了，什么时候可以走，把医馆墙上的撤下来，换成这些，贴满，让他每天睁眼第一件事就是这些。是。你欠的慢慢还，400条命慢慢还。西凉犯境，凉州连破2县。点兵去凉州。将军，凉州南门。那是太守之女沈月禅，她说不能用暴力，要感化敌军。他已经派了3拨人去谈判，全被砍了脑袋扔回来。你谈了几次？3次，但第4次一定。拿着，去战场。这敌军砍你的时候，记得说我爱你；他们杀你全家的时候，记得说我原谅你。你怎么能这样？我是为了全城百姓。你是为了你自己，你派人去送死，是为了证明你的爱是对的。那些人死了，你会哭，会难过，然后把他们的死当成你继续感化的理由。你懂什么？我读过10年圣贤书，孔曰成人，孟曰取义。真正的胜利不是杀死敌人，是让敌人放下屠刀。沈姑娘，我们将军说了，再来谈判就按这个标准砍。石猛，把他绑成楼上，让他亲眼看着这乱世是杀出来的。沈姑娘，你念了10年圣贤书，今天我给你上一堂课，叫乱世。
凉州的父老乡亲，我是陆北辰，敌军是我打退的，这些俘虏是你们的，杀了他们！但杀之前，我要先查谁在凉州杀了人，谁放了火。不能这样，他们有家人，他们只听命行事，你们不能以暴制暴。以暴制暴？他们屠城的时候你在哪里？我在和他们谈判。谈判？你谈下来了吗？那个兵，他冲进我家，抢走粮食。我娘被他们拖走了，我没找到她，我只找到了这个。你没资格替受害者原谅凶手，你连被杀的资格都没有，因为你从来没拿起过刀。被指认者就地正法，无血债，主动放下武器者编入苦役，修城墙、修民房，用你们的手把你们毁掉的凉州一块砖一块砖砌回来。凉州阵亡名单加上你的四波使者，732人，你要感化敌人，先记住他们的名字。我错了。知道错了就站起来。凉州被你们妇女耽误的太久了，把眼泪擦干净，然后去帮忙。将军，京城密报，女帝知道我们收复凉州，不但不嘉奖，还要削你的兵权。宣旨的钦差已在路上。来得正好，省得我去找他。将军，您是打算……凉州不归京治管，边城也不是，下一个不归他管的就是京城。边城副将陆北辰接旨。念：奉天承运，女帝诏曰：陆北辰擅杀主帅韩敬，擅杀邻国质子季伯达，擅据凉州，拥兵自重，大逆不道，着即革去一切军职，交出兵权，押解回京受审。钦此。拿来。存档，和上一封赐死圣旨放一起。是。王公公，你在京城宣了多少年旨？咱家侍奉女帝25年了。那你见过赐死忠臣的圣旨，见过割地的圣旨，见过被敌军屠了全家从尸堆里爬出来的将士接到这种圣旨时是什么表情吗？咱家只是来宣旨的。回去告诉他，圣旨我接了，兵权让他自己过来拿。启程，带着这1万弟兄一起回去，他们3年没回家了。女帝有令，陆北辰只许带20人入城。孙统领，3年前在凉州率300骑击退西凉前锋的孙成，是不是你？是末将。陆将军有何见教？你被从边关调回京城，明升暗降，架空3年。你以为是女帝的意思，其实是呼延廷的细作建议。因为你的骑兵是北戎最怕。呼延廷的亲笔信上面写着：孙成所部骑兵骁勇，需设法分散。已令柳天义将孙成调入京中闲职，其部区拆归6处。我没有兵符，只有这1万弟兄和凉州阵亡732人的名单，你开不开门？将军，呼延廷那封信传遍禁军了，孙统领抄了10几份，每个营都发了1份，还不够。知道被卖和敢反抗是2回事。明天早朝，女帝身边有4个人：孟归农劫军饷卖国北戎，杜赵元吉拟过冤杀忠臣7人，钱必达挪用军饷40万。先动谁？谁先跳出来动谁。明天不带刀带嘴。原书里这4个人都活到了结局。孟归农开城门跪迎北戎，赵元仪跪着给呼延震写安民告诗，忠臣死绝了，奸臣活到最后。这女频世界的结局比恐怖片还恐怖。明天让他们自己跳。在这个世界，讲道理的赢不了讲感情的，但讲证据的能赢所有人。将军，那女帝呢？他身边4个人都倒了之后，让他一个人站在朝堂上，我看他还有什么话说。你就是那个杀季伯达的莽夫，你凭什么进金銮殿？你一个被革职的罪将！你谁？老夫孟归农，督察院左都御史，陛下的亲表舅。哦，劫军饷送北戎的那个。你血口喷人！你等着，今天早朝老夫就参你拥兵自重，参你擅杀朝廷命官。他在呼延廷信里叫归农无兄，呼延廷比他小20岁，他管人家叫弟。老脸不要了。你怎么知道？我怀里揣着呢，等会儿让你当着满朝文武面。朕听说你昨晚写了1夜的东西，给朕写情书了？不是情书，是呼延廷写给陛下身边几位大人的信，臣想请陛下和满朝文武一起听听。呼延的信，你从哪儿弄来的？边称军饷已到账，帝已拨赴草原购置战马，兄在大山朝中务必替帝母稳住柳天烟，待凉州到手，你我共分西北。帝廷拜上。
你念的什么？陛下没听清，柳天因此女蠢疾，无以虚情换其江山。他写朕蠢，写了不止一封，他给韩进写过，给季伯达写过，每一封都是无兄亲戚，落款都是帝庭拜上。他把大圣朝廷当结拜兄弟会，每一个帮他卖国的都是他兄弟。他给朕写的信开头是天阴无碍，2套模板，给大圣官员写无兄亲戚，给陛下写天阴无碍。北荣文书房备了几十份空白信纸，陛下的名字是填上去的。呼延廷写了5年里，他的信只有一个字是真的，哪个字？蠢。他写陛下的那个蠢字是真的。陛下，老臣是被呼延廷骗了，我都是为了成全陛下的幸福。你劫了140万两军饷，边城将士冻死在雪地里，没有棉衣，棉衣的银子你送给了北荣，北荣穿着大圣的棉衣杀大圣的兵，你管这叫成全幸福？老臣不知情，信上有你的私印，你不知情，你的印章知情。陛下处置还是臣来处置？他是朕的表舅。凉州阵亡名单上那732人也有表舅，还有亲爹，他们的命不是命，你表舅的命是命。石猛，叫孙成把禁军带进来。末将在。孟归农通敌卖国，证据在此。孙统领，拿下！是。陛下救我！老臣伺候您20年啊！陛下，孟归农是第一个，你身边还有3个，这是他们的信，你是自己处置，还是臣帮你处置？你们都骗朕！不是骗，是利益。明天早朝，臣再来，来的时候希望陛下已经处置了剩下3个。如果还没有，臣帮陛下处置。将军，剩下3个他会处置吗？不会，他这辈子没对任何人狠过心，除了对他好的人。那明天让他看第2个，看完他还不处置，后天看第3个，我就不信他无动于衷。陆北辰，今天又想干嘛？我都让步了。还有3个。赵元吉，你过3次卖国诏书，收了呼延廷3000两黄金。杜维，冤杀反对割地的忠臣7人。钱必达，挪用军饷40万两送给北荣。信都在这里，陛下自己看。朕不看，那些信都是你伪造的。呼延不会骗朕，他给朕梳过头17次，他说朕的头发像绸缎。他给孟归农写信，说孟归农的胡子是草原上最美的银须，给你头发是绸缎，给他胡子是银须，同一个模板。你胡说！他是爱朕的，他写信骂朕蠢，那是他手下人逼他写的，他一定有苦衷。陛下，臣也是被逼的。呼延廷拿臣的家人威胁臣，臣也是。臣不杀那7个人，呼延廷就要杀臣全家。臣也是被逼的，臣没办法啊。3个一起拿下。陛下，陛下，臣对您是忠心的。陛下救命！陛下，放开他，他是忠臣。他劝过朕3次，是朕非要他拟诏书的，不是他的错，是朕的错。是你的错，但你替他抵不了罪。他收的3000两黄金是凉州百姓的税银，你替他抵，你拿什么还？你把他们全抓了，朕身边没人了。你身边从来没有人，只有帮你卖国的人。他们不是在帮你，是在帮呼延廷。他们每人收了一份呼延廷的无兄亲戚，帮他花你的钱，割你的地，杀你的忠臣。你以为他们围着你转是忠心？他们围着你转是因为你傻，骗你比骗别人容易。清完了，明天轮到谁？陛下自己想。将军，明天真动他？不急，他身边没人了，就剩他自己，让他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朝堂上坐几天，没人帮他拟诏书，没人帮他杀忠臣，没人帮他送军饷。他这辈子第一次要自己面对问题，我看他能想出什么答案。他能想出什么答案？想不出来。原书里他到最后都没想出。被呼延廷打进京城那天，他还在城楼上喊：“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这女凭世界的恋爱呢，没救了。但皇位还有救，换个人做就行。”他说过，这块玉是他祖传下来的，只给最爱的人。你又来干什么？朕身边已经没人了，你还想抓谁？不想抓谁。来告诉你一件事，
霍延庭来了。他来了，他来找朕了。朕就知道他一定会来。5年前他写的“天阴无碍，待北境安定，吾必以江山为聘”，你听到了吗？他是来兑现承诺的，他带着聘礼来了。30万大军是聘礼。你不懂浪漫。将军，城外探马来报，呼延田前锋已到城北30里。那是他手下人自作主张，他不知道。他要是知道了，他给北柔大将的信里写，破城之日，柳天阴留之无用，杀。这封信也是你伪造的。石猛，把他绑成楼上。5年17次梳头，46封情书，每一个字都是假的，只有蠢是真的。将军，真绑成楼上，万一他看到呼延庭真攻城，那就让他看，看了还不行，就让全城百姓看他。顾言，朕在这里，你来接朕了吗？北戎左翼是呼延庭的嫡系骑兵，右翼是归附的草原部落，部落兵不会替他卖命，见火就散。呼延庭的中军大帐在正北那座灰色大梯下面。将军，这女人谁？怎么比咱们斥候还清楚？我是云姬，呼延庭的未婚妻。她在攀上女帝之前有全族。你要什么？她的头。她的头归你，我说话算话。你不怕我是细作？呼延庭除了你全族，你爹、你娘，3个弟弟，最小的4岁。你要真是细作，为了骗我把全家命搭上，呼延庭出不起这个价。带路，我告诉你他的帅帐在哪。他说过不会带兵来的，他说过要娶朕。陆北辰，你把他还给朕，他是朕的。你来的比我预想的快，我正在给天阴写信。他已经在城楼上看你，你抬头就能看见。他真信了，5年了，他还是信。我不杀他，但有人要杀你。你没死。你亲自动的手，我在尸堆里装死，看着你我的家人。云姬，你听我说，当年是误会。什么误会？是柳天阴，他派人查到你，说你是北戎派来的细宗，逼我表态。我不动手，他就要发兵打北戎，我也是被逼的。放屁！女帝那时候连边城在哪儿都不知道。是真的，柳天一嫉妒你，他说你是草原上最美的女人，他容不下你。他说只要我杀了你全家，他就信我是真心的。我不是怕他，我是为了北戎百姓。我不杀你全家，大圣就要屠我全族。你给他梳头那17次，也是他逼你的。什么？你给他写46封情书，也是他逼你的。你给孟归龙写无兄亲戚，也是他逼你的。你把他的军饷拿去买皮猴，也是他逼你的。你一个大男人被他逼了5年，你真可怜。说完了。云姬，我对你是真心的，我娶柳天阴只是为了北戎。你屠我全族那天，我4岁的弟弟阿木尔抱着你的腿喊姐夫，你踢开他，他也是为了北戎百姓。你刚才喊的是误会，是柳天意逼你的，是为了北戎百姓。你说了3个理由，没有一个是对不起。帅旗倒了，那是呼延的帅旗。报！呼延庭伏诛，在此。打开，让朕看看。不用看，是真的。让朕看，朕不信。他死了，他真的死了。将军，他在干什么？祭他全家。草原上的规矩，手刃仇人之后，要磕头告诉家人。谢谢。不用谢。以后去哪儿？回草原，把我爹娘和弟弟的坟修好，然后活着。
你是个怪人。哪里怪？你不像这个世界的人。将军，他刚才那句话什么意思？没什么，收拾战场，回京。他说对了，我不像这个世界的人，因为这个世界的规则是爱一个人就要为他去死，我的规则是谁让我死，我先让他死。陛下，呼延廷临死前还在给别人写信。给谁？不是给你，是给北戎大将。信上写，破城之后，柳天阴留之无用，杀。他死之前喊的最后一个名字是云姬，不是柳天阴，是云姬。你骗人！城楼上几百个弟兄都听见了。将军让我问你，明天早朝你退不退位？将军还说不退也行，明天他亲自来问。你是来逼朕退位的？不急，先给你看几样东西。这是从你寝宫搜出来的46封情书，我给你带了其中10封，你念一念。天阴无碍，见字如面。塞外风雪，每一片都是我对你的思念。同一天，他给北戎大臣写了另一封：柳天阴云割让凉州3县，速派兵接管，此女好哄，几句情话即可。日期是假的，纸上还有你的眼泪。你哭过的那封和他笑着写的那封是同一天。你在这边哭着想他，他在那边笑着骂你蠢。你到底想怎么样？退位。今天。朕不退。理由？朕退位了，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皇位是朕这辈子唯一剩下的东西，护言是假的，情书是假的，臣子是假的，皇位是真的，这张龙椅是真的。你的龙椅是用凉州732条人命换的，用边城500冻死将士换的，用7个被你冤杀的忠臣换的。你坐上去的时候，龙椅不冰吗？你不退也行，我明天让顾长怀在朝堂上念这些信，一封一封念，让满朝文武听听他们的女帝5年里被人骗了多少次。你觉得念完之后还有人愿意叫你陛下吗？退位诏书你自己写，写完了去皇陵守着。你欠的命不用你还，你还不起，但你这辈子别再坐那张椅子了，那张椅子你坐不起。老臣顾长怀曾因见祖陛下与呼延廷来往，被陛下打入死牢。今日老臣想问陛下一句话，陛下可知你当年赐死的7个忠臣最后一句遗言是什么？他们说陛下年幼时很善良，一定是被人蛊惑了，到死都在替你找理由。签字吧。朕签了。朕只有一个问题。说。他临死前真的喊了云姬，不是朕。是。朕这辈子只听他说过一句真话，就是他在信里写的那句柳天阴此女蠢极。陆北辰。说。你打算把朕关在这里多久？关到你不再问这个问题为止。朕在冷宫里想了很久，呼延骗了朕5年，朕也骗了自己5年，朕不知道哪一个是朕。都是你，信他的是你，替他找理由的是你，签卖国诏书的是你，最后说此女蠢极的也是你。将军，边城来的消息，柳如烟昨天在驿馆墙上写了一行字。什么字？我错了，他写完就走了，没人知道他去哪儿。将军，女帝会认吗？会，她这辈子迟早要认一次。呼延廷死了，没人再给她编理由，她只能自己面对。她被骗了5年，从头到尾一个字都不真，这种羞辱比死还难受。那她还能活吗？能，恋爱脑死不了，只是会疼很久。明天开始没有女帝了，
你去把皇城那块正大光明匾摘了。换什么？什么都不换，空着，让下一个坐上去的人自己想，他要挂什么。女帝已退位，国不可一日无君。老臣提议，由陆将军暂摄朝政。且慢，顾大人，陆将军是功臣不假，但论血缘，本王是先帝亲弟弟；论法统，这皇位该姓柳。你让一个外姓人摄政，大圣300年江山改姓陆。王爷，女帝在位时你在哪儿？本王在等他犯错。现在他犯完了，轮到本王来收拾。这是女帝5年前亲笔所立密诏，若他无嗣，皇位传于皇叔柳怀仁。诏书在此，谁敢说本王不是正统？是陛下的笔迹，印章也是真的。陆将军，你打仗行，但皇位不是用急抢的。论法统，你拿什么跟我比？诏书是真的，但你漏了一句。诏书末尾写，若女帝无嗣，云王可继位，但还有前提，待女帝驾崩后，女帝如今在皇陵守墓，人还活着。王爷，你是要等她驾崩，还是帮她驾崩？本王当然等她。你等不了，你等了5年，等他犯错，他犯完了，你又等他死，他要再活20年，你等20年，你头发都白了还等。你这是诡辩！本王是正统，你一个边城宿将凭什么？凭城外的30万北戎是我打的，凭你嘴里的300年江山，最后300天是我守。你在京城喝茶的时候，边城在死，凉州在屠城，你现在跳出来说皇位是你的，你想当也行，去皇陵当着柳天心的面念这份诏书，他要是同意，我没意见。那你就去死！本王是大圣皇族。你和他一样，他爱呼延廷，你爱皇位，你们柳家的人全都爱一样东西，爱到不要命。区别是他为爱卖国，你为皇位拔剑，他蠢，你更蠢。你明知道拔剑的结果是什么，大圣快被你们柳家灭国了，换个姓，说不定还能活。还有谁觉得自己有法统？现在站出来，一起清。陛下，京城传来消息，云王死了，他也没有登基。他不会当的。您怎么知道？他说过，他不是这个女频世界的人。女帝一朝冤杀忠臣37人，流放124人，边城凉州待重建，国库被挥霍一空，北戎残余待清剿。一件一件来。第一件，平反，所有冤杀者追还原职，加卷补发抚恤。第二件，减税，边城凉州3年不征。第三件，把女帝的凤冠容了。容凤冠？老臣为官40年，劝谏过3位皇帝，将军是第一个先杀奸臣再治国的人。起来，以后不用跪，这个朝堂上谁都不用跪。石将军，铁柱的抚恤收到了，收到了就好。还收到了一枚军功章，上面刻着铁柱，那是将军让铸的，女帝的凤冠容的。铁柱守了3年边城，没白守。阿木尔，姐姐替你报仇了，你们可以闭眼了。皇陵那边，女帝还在抄情书，抄了半年了。让她抄，
抄到不想抄为止。他这辈子能抄完吗？抄不完，但他至少有事做。将军，您真不打算当帝君？不打算。为什么？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我来的时候是一个人，走的时候也是一个人。您要走？